至3月18日，《山海与海》已经播出至第24集。本应随着剧情推进不断攀升的热度，却在现实的数据曲线上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来自市场平台的反馈显示，作品的有效播放量连续7天呈现下滑趋势，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影视环境中，这种后劲不足的现象尤为明显。然而，真正让这部剧没有沉入水面的，并不是剧情本身，而是围绕着女主角展开的一场更为复杂的讨论。观众的注意力不再停留于情节是否抓人，而是转向一个更具深度的问题：演员是否完成了自我突破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，《山海与海》从一部普通的年代创业剧，悄然转变为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演员职业发展的关键节点。当讨论的焦点逐渐集中，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女主谭松韵。问题早已不再是她演得好不好，而是更为尖锐地追问她是否还能继续用少女感定义自己。过去的她以青春剧与爱情题材积累了大量观众缘，她的笑容轻盈，眼神澄澈，那种介于天真与成熟之间的气质，成为她最鲜明的标签。但标签一旦固化，便会在某个阶段变成枷锁。《山海与海》中的角色是一个在时代洪流中摸索、挣扎、成长的女性，她不再是单纯的被爱者，而是一个需要承担命运重量的人。于是，观众的期待悄然改变，他们不再只想看到一个可爱的她，而是希望看到一个可信的她。而这正是转型的真正难点。不可否认，谭松韵拥有稳定且忠诚的观众基础，这些观众是在一部部青春与爱情故事中与她建立情感连接的。但问题恰恰在于，观众爱上的是那样的她。当她尝试进入年代剧、创业剧等更具现实厚度的题材时，这种既有印象便开始与角色设定产生偏差。观众期待的是成长与沉淀，而她所呈现的却仍隐约带着熟悉的轻盈。这并不是能力的缺失，而是一种惯性，一种来自观众期待、市场反馈以及演员自我认知共同塑造的惯性。于是矛盾产生了，他想走出去，但外界却在不断提醒他，你原本的样子已经足够被喜欢。这种温柔的束缚比批评更难挣脱。从专业评论的角度来看，谭松韵在《山海与海》中的表现依旧保持了她一贯的水准，自然、流畅，不刻意。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，她太稳定了。有评论指出，她擅长放大角色已有的特质，却较少进行深层次的重塑。这意味着她更像是在延展角色，而非重建角色。与此同时，剧本本身的局限也进一步放大了问题。人物动机略显单薄，情节推进依赖于较为传统的冲突模式，使得角色成长缺乏真实的层次感。当剧本无法提供足够支撑时，演员本应通过更强的创造力来填补空白。但这恰恰是转型期演员最容易犹豫的地方，是继续安全发挥，还是冒险突破？而谭松韵似乎仍站在两者之间。35岁对于一位演员来说是一个极其微妙的节点。曾经让她脱颖而出的圆润面庞与幼态感，在青春剧中是无可替代的优势。但当角色需要承载岁月的重量时，这种优势却开始转化为阻力。观众在视觉层面产生了信任危机。一个看起来依然年轻的面孔，是否真的经历过生活的风霜？更微妙的是，剧组在造型处理上似乎也陷入摇摆。有时通过妆容强化成熟感，有时又回归她原有的清新气质。这种反复使角色形象出现断裂，让观众难以建立稳定的认知。于是，一个本该逐渐沉淀的角色，反而显得模糊不清。这不仅是外形问题，更是整体创作方向的不统一。归根结底，问题并不在于谭松韵能不能演成熟角色，而在于她是否真正准备好放下某些东西。在影视行业中，转型往往意味着一种自我否定，否定曾经被认可的形象，否定舒适区中的成功经验，甚至否定观众对你的固有期待。而最关键的一步是接受，在镜头前不再完美。真正有说服力的成熟角色，往往带着疲惫、脆弱，甚至不修边幅的质感。
那种略显狼狈的真实，才是时间留下的痕迹。如果演员仍然执着于维持某种可爱或讨喜的外在形象，那么再复杂的角色也会被削弱成单一的表达。转型从来不是换一种题材那么简单，它是一场关于自我重塑的冒险。某种意义上，《山海与海》并不是失败的作品，而是一部揭示问题的作品。它像一面镜子，将谭松韵当前的职业状态完整地呈现出来。对既有角色类型的依赖，被固化的公众形象，在改变面前的迟疑与摇摆，这些问题并非个体独有，而是许多演员在职业中期都会面对的共性难题。不同的是，有人选择迅速打破框架，有人则在反复试探中寻找出口。而谭松韵正站在这个十字路口。娱乐行业从不缺乏年轻与新鲜，观众可以轻易地喜欢一个演员，但却很难真正相信一个演员。前者靠的是亲和力，后者靠的是时间与沉淀。如果一个演员始终停留在被喜欢的层面，那么他终将被更新的面孔取代。但如果他能够让观众在角色中看到岁月的痕迹，那么他便拥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。对于谭松韵来说，《山海与海》或许不是一次成功的转型，但却是一次必要的尝试。未来的路依然取决于他是否愿意走得更远，走出舒适区，走向更复杂、更真实也更不完美的自己。至于他会突破还是停留，答案不会在数据里，而会在时间里慢慢浮现。